为了压制霸国国运，我抬高通胀率，让霸国银行倒闭。Boss， 短短2周 ，ABX 指数下跌到了60%，MBS 和 CDO 的价格一崩再崩，而各种 CDS 则一路疯狂飙升。最近霸国的石油和食品价格同步暴涨，并且消费开始暴降，普通霸国人开始节衣缩食，再也不敢贷款消费了，即便贷款的利率已经只有1-2个点。嘿嘿，这2天油价飙升，总体通胀率都飙到8%了，同时房贷违约率持续攀升，各大金融机构不断公布亏损财报，华尔街乃至整个霸国金融界都人心惶惶，就连霸联储的货币政策都陷入了两难，不知道是救房价还是救通胀了。通胀率用于反映物价总水平在1年内的上涨率，恶性通货膨胀便会导致货币体系的崩溃。上一世哪怕是贝尔斯等时刻降临之后，霸国的通胀率也不过才涨到了4.4%，而现在通胀率竟然飙升到了8%。房市和债市的崩塌，意味着包括雷曼兄弟、房地美和房利美在内的诸多银行、投行和公司都会倒下。我们做空的次贷债券数额已经足够多了，现在各大银行也在疯狂收缩 CDS 业务，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主要的目标从做空次贷债券转向做空雷曼兄弟、两房等这些公司啊。当然，做空的目标还包括信用卡和建筑领域。金总，你做空雷曼兄弟、两房这些公司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为什么还有信用卡和建筑领域啊？老朗，你告诉林阳为什么？就前些日子，我们在霸国雇佣的保姆不辞而别，只留下塞满一整个邮箱的信用卡催缴函件。我发现保姆的月开支是月收入的10倍，他靠着10几张信用卡维持高消费，而像保姆这样的人在霸国比比皆是。自从房市繁荣以来，借贷消费和生活已经成为了霸国人的主流，而这将严重拖垮实体经济。其中影响最严重的，自然就是信用卡领域和房子相关的建筑领域。次贷危机只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序曲。我们做空霸国房市的最终目的是做空霸国的经济，霸国终焉之日就要来了。另外一边，由于所罗门的判断失误，导致了这次基金会损失惨重。这次的空头攻击已经到头了，只要解决次贷危机，大国的房市和经济绝对就能起死回生。盖斯继续让霸联储降息。罗斯谢尔德先生，霸联储的利率现在是1.5%，再降会不会有点？直接降到0，1分钱利息也不要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刺激大家继续借钱消费，刺激企业借钱活命，让一潭死水的经济恢复流动性，不是计较利息的时候。可是零利率未免也太夸张了，现在的通胀率已经快到9个点了，要是零利率的话，那通胀还不得上天啊？先解决次贷危机，再解决通胀问题，等次贷危机解决了，咱们再收割全世界回去就是了。不要再啰嗦了，按我说的去做。当天，霸联储宣布再次降息，霸国从有历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零利率时代。零利息、零首付算个屁！当雷曼兄弟破产、次贷危机达到巅峰的时候，银行甚至会无息给客户垫付首付，只要你愿意借钱买房，什么奇葩规则都能给你整出来。三金目光扫过数十只银行的股票，这些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做空目标。开始吧！一声令下，整个团队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。同一时间，舆论战也打响了。硅谷银行的资金链接近断裂，请储户注意。第一共和银行持有的资产全部是有毒资产，其中以房地产和建筑贷款业务为主，占比80%。巴黎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，专家预估暴雷风险高于98%，近190家银行面临倒闭风险。次贷危机何时才能结束？恐慌情绪迅速蔓延，投资者们纷纷开始抛售银行股票，无数储户害怕银行破产，全都跑去银行取现金，挤兑风波就此开始。所罗门得知此事后，脑门都要冒烟了，让财政司赶紧想办法发公告，就说这是有空头在恶意散布恐慌情绪，还有让那些被做空的银行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股价，包括发布利好消息、回购股票等。三金，你赚了10几万亿，居然还嫌不够吗？逼急了我，咱们谁也别想活。约着给我杀了3金，立刻马上。你确定是现在吗？我操！身后的声音让所罗门不寒而栗，同时也冷静了不少。算了，我手里还有几10万亿的筹码没用，现在就动杀招得不偿失。你先回去吧。所罗门，其实我已经蠢蠢欲动了。有传闻说3金是神选之人，是这个世界的主角。你说，如果我们真的存在于一个小说或者游戏的世界里，身为配角或者 NPC 的我，能杀死主角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3金要是主角，那基金会身为他的对手就会破产，霸国身为他的对手就会示威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所以我现在不想出手，我在观察是否有这个可能，真希望是真的。硅谷银行位于圣洛都，是霸联储系统成员之一，拥有17家分行。一大早，威廉就收到了无数噩耗。行长不好了，咱们银行的股价正在被恶意做空，一开盘就暴跌了45%。储户们不知道在哪收到的谣言，说咱们银行有倒闭风险。现在他们疯狂的来取钱，我们的现金储备已经不够了。官方那边要求我们释放利好消息，并且自行回购股票以抵御空神阵营的攻击。可是我们没钱了，怎么办？先想办法凑钱，解决资金链断裂的问题，其他的再说。65主的威廉找到霸联储
储的幕后负责人，第四主神罗姆。硅谷银行的资金链已经断了，储户疯狂挤兑，证券股票都卖不出去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会破产的，请求霸联储借钱给我们。一家硅谷的小银行都想来找霸联储兜底，你以为你是贝尔斯登啊？钱霸联储肯定没办法出，不过我能把5年来最佳银行的奖颁发给你。有这个利好消息，你再想办法搞点资金应对一下，应该能撑过去。当天，硅谷银行高调宣布被官方评为5年来最佳银行。为庆祝本行得奖，本行将发售一笔总额为30亿霸国币，利率为7%的无风险理财产品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有霸国官方认定，那硅谷银行肯定倒闭不了。没错，股价下跌只是暂时的，长期我还是看涨的，相信我，我是股市老司机。Boss， 硅谷银行起死回生了，各国去那里买理财产品的人快把门槛都踏破了。呵呵，经典的跑路套路罢了。你想要那7%的利息，而硅谷银行却想要你的本金。哎，这群去买理财产品的人没救喽！以天龙星的名义在大夏国内发消息，提醒硅谷银行的理财产品风险极大，不建议购买。消息发出之后，已经跑路出国的富商潘石屹嗤之以鼻。3金看不上7%的利息，我这种小平民看得上，自己付了，没必要算人家外国银行去赌普通人为数不多能致富的路。潘总不好了，硅谷银行的股价在今天又暴跌了68%，已经被迫停止交易了。现在硅谷银行门口挤满了前来取钱的储户，挤兑风险已经拉满了。怎么可能？硅谷银行不是才被评为最佳银行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事实如此。那还愣着干嘛？还让人去把钱取出来啊？已经让人去取了，但是取不出来。硅谷银行那边连客服电话都打不通了。这时，电视上播放了硅谷银行的新闻。难以置信的艰难48小时导致了硅谷银行破产。我们做了无数努力去挽回，但最终还是被空神阵营恶意做空得逞了。兴苑证券的所有人起立欢呼。48小时就让硅谷银行破产，这种做空速度简直是史无前例。多米诺骨牌的第1张牌已经倒下了，硅谷银行破产了。咱们做空的其他数十个银行破产还会远吗？